嘿，大家好，作者罗伯特·西奥迪尼，他会带我们扒开那些看不见的套路，看看我们是咋一步步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话说，作者有个开珠宝店的朋友，有批绿松石珠宝，可店里挤满了游客，也没人正眼瞧一下。朋友心急如焚，各种推销招数都试过了没用，他一气之下就写了张纸条，交代店员把这批货全部半价处理，想着亏本清仓算了。结果呢，他采购回来一看，更离谱的是，店员把纸条看反了，价格不仅没降，反而翻了1倍。你可能要问吗？这顾客是不是傻啊？其实啦，是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都有的一套自动反应机制。就像火鸡妈妈，只要听到小火鸡吱吱叫，就算眼前是个黄鼠狼标本，只要它能发出那种声音，火鸡妈妈也会把它当亲生娃一样护着。咱们人类也一样，经常会被贵的就是好的这种简单信号给忽悠了。你每天都在经历，超市里免费试吃一口，还是忍不住买一包。直播间里一听只剩最后3件，手速比脑子还快。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推荐保健品，哪怕根本不认识，也觉得特靠谱。我们总觉得自己特别理性，做啥决定都深思熟虑。其实呢，早就被那些看不见的影响力武器给盯上了。你想啊，咱们现在这社会多复杂，每天要面对成百上千的选择，要是每件事都得掰开了揉碎了分析，那脑子早就宕机了。所以啊，大脑就给自己开辟了一条捷径，把复杂问题简化成一个个触发信号，然后咔嗒一下自动反应。这些捷径本来是为了帮我们省力，可偏偏也成了那些有心人利用的工具，就是帮我们拆解这些武器的说明书。它不是教你咋去算计别人，而是让你看清那些自动反应的陷阱。为啥拿人手短最后会变成人情绑架？为啥说到做到会把自己绑死？为啥别人都买能让你盲目跟风？不是为了让你变得多疑，而是为了在这个复杂世界里守住自己的判断。毕竟真正的理性不是什么事都较真，而是知道啥时候该慢下来，别让一句限时优惠、专家推荐轻易把你带偏了。咱们先从最底层的逻辑开始，看看这些影响力武器到底是怎么耍花样的。动物的固定行为模式，人类的自动反应也是这样。动物界有个特有意思的现象，就像捕小火鸡全靠一个简单的信号，小火鸡的吱吱声。哪怕面前是一只叼着小火鸡的黄鼠狼标本，火鸡妈妈立马放下戒心，甚至会把标本护在翅膀底下。可要是小火鸡自己发不出声，火鸡妈妈就会视而不见，甚至把它啄死。雄性刺鱼会攻击一切肚子红红的入侵者，哪怕那只是块涂了红漆的木头。知更鸟攻击同类，也只看对方胸口的红羽毛。动物学家把这叫固定行为模式，就像一套预设程序。当某个特定特征出现，咔嗒一下，对应的行为就自动启动了。你可能觉得这挺可笑的，可仔细想想，咱们人类身上也藏着类似的自动反应程序。就拿开头那的绿松石的例子来说，就自动启动了贵的就是好货的行为模式，根本没去琢磨珠宝本身的品质。咱们看到穿白大褂的，下意识就觉得人家专业，听到权威机构认证，不自觉就更信任。这些都是触发特征在驱动我们的反应。其实啊，这种固定行为模式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在残酷的自然环境里，动物哪有时间对每一种情况都详细分析，靠简单信号快速反应？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比动物界高多了。每天穿啥、吃啥、买啥牌子，平时的建议要是每一步都得从头分析，所以大脑就进化出了走捷径的能力，把复杂问题简化成一个个经验公式。比如价格高的东西质量好，
这公式能帮你在海量商品中快速做决定。听专家的话不会错，能让咱们在不懂的领域少走弯路。这些捷径就像大脑的省力齿轮，让我们能在复杂世界里高效运转。买护肤品，你会真的去研究每一种化学成分吗？多半不会。你更可能看品牌知名度、价格，哪个博主推荐。HR 筛简历会深入了解每个候选人吗？他们先看学历、工作年限、知名企业经历这些标签。这些行为本身没啥不对，甚至很重要。可问题来了，这些捷径是中性的，它既能帮你省力用，能切菜也能伤人。那些想让你顺从的人会精准找到这些捷径的触发特征，诱导你启动自动反应程序。商家知道我们相信高价等于优质，就故意打普通商品吊上高价。骗子知道我们信任权威，就伪造专家头衔，穿上制服。销售知道我们依赖别人的选择，就刷销量造好评。更可怕的是，自己往往还不知道，觉得是自己理性思考的结果，其实早被预设的信号牵着走了。这就是影响力的底层逻辑。而是我们大脑为了省力，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自动反应程序，人家只是精准按下了启动键。咱们再去看后面的6大影响力武器，你就会豁然开朗了。它们本质上都是针对不同触发特征设计的操控工具。武器1，互惠拿人手短，最后变人情绑架。互惠原理是咱们人类社会运转的基石。在原始社会，部落成员互相帮忙，就是靠着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的互惠规则，才得以对抗风险，延续文明。这种规则，当别人给了我们好处，哪怕只是举手之劳，咱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回报欲，生怕背上个忘恩负义的名声。这种心理就像一把无形的枷锁，让你在接受好处的同时，也把顺从的主动权交到了对方手里。心理学家雷根做过个经典实验，他让助手在大学图书馆里随机找人聊天，然后分2组，一组助手会给对方买瓶免费可乐，另一组啥也不给。过几天助手再来找这些人，结果发现收到可乐的人买彩套的数量是没收到可乐组的2倍多。一瓶几块钱的可乐就能让顺从率翻倍，这就是互惠原理的威力。现实中这套路可多了，从来不直接要钱，而是先必给你一朵花或一本小册子，你不好意思拒绝这小礼物。当他们再提出物捐请求时，哪怕你不认同他们的理念，也会象征性的捐点钱。超市里的免费试吃也一样，一小块奶酪一口酸奶，看似不值钱，却能让你在亏欠感的驱使下买下原本没打算买的东西。要是说直接给好处是明招，那拒绝到退让策略就是互惠原理最隐蔽的暗招。先提出一个对方多半会拒绝的极端请求，等对方拒绝后，再提一个相对温和的请求，这个温和请求才是真正的目标。这时候对方会觉得你做出了让步，出于互惠，他也应该退让一步，接受你第2个请求。童子军募捐就是的范本，会先拿出一套$5的昂贵彩票，多数家庭都会以太贵了拒绝。就在对方感到有点抱歉时，童子军立马拿出$1的巧克力，说既然您不需要彩票，那买盒巧克力支持一下我们的活动吧。很多人就会因为对方的让步而产生愧疚，最终买下巧克力。要知道单独卖巧克力成功率可没这么高。更吓人的是，这招甚至影响过重大决策。水门事件里，尼克松的助手为了策划窃听，现提了高达$100万的荒唐计划，里面甚至包含雇佣杀手、绑架等极端手段，果然被驳回了。随后他又提交了一份$25万的简化计划，虽然也有风险，但跟前面一比，最终竟然获得了批准。白宫官员后来回忆，
当时正是他的退让，让他们放松了警惕，那咋应对互惠套路呢？核心是分清真诚的恩惠和有盼你生病时送饭，肯定值得回报。可要是销售员为了让你买产品，突然塞你一份小礼物，这份好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换取你的顺从。心理学家建议，当对方的好处明显带有功利性时，比如对募捐的人说，谢谢，我不需要鲜花，你就能理性判断是否要捐款。如果已经接受了好处，也不必强迫自己顺从，这份礼物是他自愿给的，我没有义务用购买或妥协来回报。572承诺和一致，说到就要做到，把自己绑死。在咱们的认知里，言行一致是种特别有魅力的品质，代表着靠谱、诚信、有担当。我们会下意识地维护自己的一致性，哪怕这个决策本身是错的。这种心理就像一个自我说服的陷阱，一旦做出选择或者许下承诺，我们就会主动寻找支持这个决策的理由，忽略相反的证据，甚至扭曲自己的认知来证明我没错。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做过一个实验，他让学生们评价一款很一般的耳机，然后分两组，一组学生免费得到耳机，另一组则需要花$1购买。几天后回访花$1买耳机的学生，对耳机的评价远高于免费获得的。其实耳机本身美的学生为了证明自己的钱花的值，主动美化了对耳机的感受。懂马的人在下注前反复纠结，可一旦买定离手，立马变得信心满满。有人打折时冲动买下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回家后非但不后悔，反而会四处找搭配，告诉自己这衣服其实很百搭。甚至有情侣在父母强烈反对下，反而爱得更坚定，不是因为感情有多深，而是为了维护自己选择没错的一致性，想要利用承诺和一致原理操控别人。关键就是让对方小的承诺，随后通过各种手段让这个承诺不断放大，最终形成难以摆脱的一致性枷锁。小承诺变大行动是最常用的套路。保洁公司曾搞过一次有奖征文活动，主题是我为什么喜欢某某产品。参与者不需要购买任何产品，只要写篇短文就能参赛。很多人觉得反正不花钱，写几句试试。可一旦写下喜欢产品的文字，他们的认知就开始发生变化。为了和自己的承诺保持一致，后续购买这款产品的概率就大幅提升了。先让你只是探探，再让你试穿一下，最后让你上的价格。每一步都是一个隐性承诺，当你反应过来时，已经很难拒绝购买了。公开承诺更顽固，相比于藏在心里的目标，公开说出来的承诺更容易被执行，因为我们害怕在他人面前失信。如果只是自己暗下决心，很容易半途而废。但如果在朋友圈打卡，每天跑步5公里，坚持下去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商家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让顾客在微信群里晒订单，分享使用感受。公开的承诺会让他们更难后悔，甚至会主动向他人推荐产品。费力承诺更珍贵。这揭示了一个更有趣的心理，越是付出努力得到的东西，我们越会坚信它的价值，但越会维护与之相关的承诺。大学兄弟会里的地狱争就是典型。新人要经历各种高强度体能考验和羞辱性任务才能正式入会。可正是这种费力的承诺，让成员对兄弟会产生了极强的归属感。哪怕后来搭建兄弟会并无实质价值，也会死心塌地维护它。原始部落的成年礼，职场中的学徒期，本质上都是通过增加承诺的成本来强化成员的忠诚度，但无脑一致只会让我们被过去的决策绑架。应对这种套路的关键是学会及时止损。当你发现自己的承诺已经偏离了初衷，或者这个决策明显损害了你的利益时，
不妨停下来问自己，如果现在重新选择，比如你为了说到做到，硬扛着一份自己根本不喜欢的工作，不妨问问自己，如果没有当初的承诺，我还会留在这个岗位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不必再用一致性绑架自己。再比如销售员让你先交定金，锁定优惠，你可以先问自己，如果没有定金，定金本质上是一个小型承诺，一旦交出，后续的购买行为就会被一致性推着走。记住，真正的理性不是从不反悔，而是懂得在错误的承诺里及时转身。573社会认同，别人都这么做肯定没错的陷阱。在不确定的环境里，别人的选择是咱们最常用的决策参照物，这就是社会认同原理。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时，会下意识地观察周围人的行为，认为多数人的选择一定是对的。这种心理源于原始社会的生存经验，在野外遇到未知危险，跟着大部队行动比独自判断更安全。发现食物时，别人都吃的东西多半没毒。这种从众本能被保留下来，成了我们应对复杂世界的省力法则。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视节目里的配音笑声。当你看到一个并不那么好笑的段子时，你也会忍不住跟着笑，因为别人都在笑，让你觉得这个段子应该很好笑。商场里的排队效应也一样，两家相邻的奶茶店，一家门可罗雀，另一家排着长队，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地加入排队的队伍，哪怕不知道这家店到底好在哪里。这么多人排队，味道肯定不错的想法会自动冒出来。甚至在紧急情况下，我们也会依赖社会认同。心理学家做过实验，电梯里，实验者故意背对着电梯门站，其他乘客也会跟着转过身。实验者假装摔倒，如果周围有很多人，大家会先看别人的反应，而不是立刻上前帮忙。这种看别人的行为，本质上是把判断责任交给了群体。社会认同原理虽然能帮我们省力，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酿成悲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吉诺维希事件。有约女子吉诺维希在公寓楼下被歹徒袭击，整个过程持续了35分钟，附近38位居民都听到了她的呼救声。最终吉诺维希不幸身亡。为啥会出现这种旁观者冷漠？心理学家后来发现，这正是社会认同原理的多元无知效应在作祟。当周围有很多人时，每个人都会想，既然别人都没反应，说不定已经有人报警了，我就不用多管闲事了。大家互相观察，最终导致集体沉默。这种效应在陌生环境中尤为明显。热闹的街头，有人突然晕倒，围观的人越多，上前帮忙的概率反而越低。另一个极端案例是维特效应。1774年，德国作家歌德发表《少年维特之烦恼》，书中主人公维特因失恋自杀。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欧洲出现了多起模仿维特自杀的事件，甚至连自杀方式颇与书中一致。后来心理学家发现，这种自杀模仿现象普遍存在。每当媒体大量报道某起自杀事件的发生率会显著上升，这是因为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从媒体报道中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人选择了自杀。这种社会认同会强化他们的自杀念头，甚至让他们觉得自杀是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式。既然别人的选择能影响我们的决策，商家自然会想办法伪造社会认同，让我们误以为大家都在买，是电商平台最常见的套路。你在网购时是不是更愿意选销量10万加、好评率 99% 的商品？可这些数据很可能是伪造的，商家会雇佣水军刷销量、写好评，甚至会用好评返现的方式诱导真实用户给出虚假评价。有些店铺的爆款商品真实销量还不到显示销量的1/10。那些图文并茂的好评，大多是水军复制粘贴的模板。
利用相似性制造认同则更具迷惑性。相比于明星代言，我们更愿意相信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的推荐，因为相似者的选择更有说服力。于是商家会找大量素人博主、宝妈、学生党拍拖时收了钱的托。护肤品广告会强调普通用户实测有效，甚至会把用户的真实反馈打在屏幕上，让你觉得既然和我一样的人都在用，肯定适合我。另外，制造拥挤感也是常用手段。餐厅会故意放慢翻台速度，让门口排起长队。网红店会雇佣一些人做委托，在店内打卡拍照，营造人气爆棚的假象。直播带货时，主播会反复强调直播间有10万人在线，哪怕实际人数远低于此。这些拥挤信号会让你觉得大家都在抢，我不买就亏了，从而冲动下单。那怎么应对社会认同套路呢？关键在于学会独立判断，不被虚假的群体信号迷惑。遇到紧急情况时，一定要避免泛泛地喊救命，因为这会触发多元无知效应。正确的做法是精准指定某个人，比如指着穿蓝外套的先生说，请你帮我打120，我心脏不舒服，或者对着戴眼镜的女士说，当责任被明确到个人身上时，对方就无法再看别人的反应，而是会立刻采取行动。你可以多留一个心眼，看到销量爆棚的商品，不妨去看看追评和中差评，看到素人推荐，特意去查一下这个人的历史内容。如果全是广告，直播带货时别被10万人在线的数字唬住，不妨看看弹幕的互动质量。如果全是666拍了之类的重复内容，很可能是机器人弹幕。574喜欢的人求你，真的很难拒绝。心理学里有个好感迁移效应，会不自觉地对他提出的请求、推荐的东西也产生好感，甚至会主动妥协。因为我们对喜欢的人有天然的信任，这种心理让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更融洽，但也容易被有心人利用。在提出请求，你顺从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特百惠的家庭聚会销售法就是利用喜好原理的典范。特百惠不让销售员上门推销，而是让顾客以主人的身份邀请朋友来家里参加派对。派对上，主人会分享自己使用特百惠产品的体验，然后销售员再介绍产品。此时，朋友们面对的不是陌生的销售员，而是自己信任的朋友。出于对主人的喜欢和信任，他们很难拒绝购买。特百惠靠这种模式曾创造过日销250万美元的奇迹。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朋友推荐的电影，你也会愿意去看。喜欢的博主推荐的护肤品，哪怕价格不菲。甚至在谈判中，如果对方是你欣赏的人，你会更容易做出让步。这想要利用喜好原理操控他人，核心是快速建立好感。以下次的套路能帮人在短时间内获得他人的喜欢。首先，外表吸引力是最直接的敲门砖。心理学研究发现，长得好看的人更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好感。这种线性地认为长得好看的人，人体能力也一定更好。招聘时，长得好看的候选人更容易被录用，外表出众的人更容易说服对方。甚至在法庭上，长相清秀的被告获得轻判的概率也更高。正因为如此，销售员、主播、政客都会刻意打扮自己，用外表吸引力为自己加分。其次，相似性能快速拉近距离。物以类聚，我们天生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比如相似的年龄、爱好、经历，这些都能让好感度飙升。看到顾客穿运动服就说，我也喜欢运动。上周刚去爬了山。听到顾客有孩子就聊，我家孩子和你家的差不多大，也特别调皮，甚至会特意模仿顾客的说话语气、肢体动作。因为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相似，能让人下意识地产生好感。然后是赞美，赞美是最廉价却最有效的好感催化剂，也能让人心情愉悦。
从而对你产生好感。汽车销售员吉拉德被称为世界最伟大的销售员，他会记住顾客的生日爱好，甚至顾客家人的名字，每次见面都会说，您今天的领带真有品味，听说您儿子考上了重点中学，太厉害了。更绝的是，他每月会给顾客寄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一句话，我喜欢你。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赞美，让顾客对他产生了极强的好感，愿意反复在他这里买车。最后是关联效应，则能借他人之光，让自己被喜欢。我们会把对某件事物的好感迁移到与之相关的人身上，比如喜欢某个明星代言的品牌更有好感，看到朋友晒出和名人的合影，会觉得朋友更厉害，从而更喜欢他。商家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找流量明星代言产品，借明星的粉丝好感提升销量。品牌赞助热门综艺，让观众把对综艺的喜欢转移到品牌身上，甚至普通人也会刻意提及自己和成功人士的关联。比如，我和某某老板是朋友，以此获得他人的好感，那咋应对喜好套路呢？核心是学会剥离情感，把对人的喜欢和对事的决策分开，不要因为喜欢某个人就盲目接受他的请求或推荐。当喜欢的人向你推荐产品时，不妨问自己，如果是一个陌生人推荐这款产品，我会买吗？就不必因为不好意思拒绝朋友而买单。当外表出众的销售员向你推销时，提醒自己，他长得好看不代表产品质量好，然后专注于产品本身的性能和价格。更过一个人突然对你过分热情，不断赞美你，迎合你的喜好，你就要小心了，他很可能是想通过建立好感来达到某种目的。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喜好绑架你的决策，而想用套路操控你的人才会刻意讨好你。575权威专家说的都对，盲从的陷阱，从咱们小时候开始就被教导要听大人的话，听老师的话。权威在我们心中代表着正确和可靠。这种教育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权威的自动顺从。只要对方亮出权威身份，我们就会下意识地放弃思考，选择相信。因为我们觉得权威比自己更懂，听权威的话不会错。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最震撼地揭示了这种盲从心理。实验中，被试验人员是权威人士，学生则由知情演员假扮。当学生的回答被权威人士判定错误时，老师需要按下电击按钮惩罚学生，且电压会逐渐升高。虽然学生的惨叫声越来越凄厉，甚至声称心脏不舒服，但在权威人士的不断命令下，65%的老师最终按下了最高电压450伏的按钮。这个电压足以致人死亡。更可怕的是，这种盲从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在医院里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医生的指令，哪怕指令明显有漏洞。比如医生给一位病人开了10毫克的药物，却误写成100毫克。护士明明知道这个剂量远超安全范围，但只要是医生签了字的指令，大多数护士还是会照做。因为医生是权威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既然人们对权威如此盲从，骗子自然会想方设法伪装成权威。而以下3个权威符号是他们最常用的伪装工具。头衔是最容易伪造的权威符号。教授、专家、医生、主任这些头衔本身就带有权威光环，哪怕是假的也能让人轻易信服。电视上的伪养生专家大多会给自己安上某某大学教授、国家一级营养师的头衔，其实这些头衔要么是伪造的，要么是来自根本不存在的一级机构。骗子给老人推销保健品时，会掺上北京来了医学专家，老人看到专家头衔就会放下戒心，花几万块买一堆没用的东西。第二的是衣着，是最直观的权威信号。
不同的衣服代表着不同的社会身份，而某些特定的衣着本身就是权威的象征，比如白大褂代表医疗权威，制服代表权力权威。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假扮警察时会穿上白大褂，甚至假扮高端理财顾问时也会穿一身笔挺的西装，戴上金丝眼镜。这些衣着能瞬间提升可信度，让受害者难以分辨真假。第三个是外部标志，则能暗示权威。名车、名表、豪宅、奢侈品这些东西虽然不直接代表专业能力，但会让人下意识地认为，拥有这些的人一定更有能力，更可信。二手车商在和顾客谈生意时，会特意开着豪车去见面。骗子在骗投资人时，会租豪华办公室。这些外部标志会制造一种我很成功、我很权威的假象，让受害者觉得跟着他能赚钱，从而被骗走大量资金。那咋应对权威套路呢？核心是学会质疑权威，不是要否定所有权威，而是要分清真权威和假权威，避免被权威符号绑架。B1他真的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有正规的医学学位吗？发表言论的教授是来自公认的正规机构吗？如果对方的权威身份无法验证，或者和他谈论的领域不相关，比如体育明星推荐药品，你就要警惕了。第二，他说这话有利益关联吗？很多权威推荐背后都藏着利益链条，比如专家推荐某款产品，是不是收了厂家的代言费？医生推荐某款保健品，是不是能从药店拿提成？如果对方的权威言论能给自身带来利益，那他的话就很可能带有偏见。记住，真正的权威靠的是专业能力和客观事实说话，而假权威才需要用头衔、衣着、外部标志来撑场面。576稀缺，越抢不到越想要。疯狂的执念，心理学中有一个损失厌恶效应，相比于得到某件东西的快乐，失去同样东西的痛苦有强烈的度对损失的恐惧。当某件东西变得稀缺，我们会觉得如果不赶紧得到，就会失去它。这种恐惧会让我们变得冲动，甚至愿意为它付出远超实际价值的代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错版纸币。看一张普通的100元纸币价值就是100元，但如果是一张错版纸币，因为数量极少，稀缺错版纸币的10万的价格。其实错版纸币的使用功能和普通纸币没有区别，它的高价值完全是由稀缺性赋予的。平时没人关注的演唱会门票，一旦变成最后一张，立刻会有人抢着买。原本滞销的商品，只要贴上限量发售的标签，就能瞬间卖断货。甚至连爱情也会因为稀缺而变得更诱人。当有其他人追求自己的伴侣时，我们会突然觉得伴侣更有吸引力。这都是因为稀缺触发了我们的损失厌恶心理，让我们对可能失去的东西更加执着。商家对稀缺原理的运用，以下3个套路几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第一个套路叫数量有限。数量有限是最直接的稀缺信号，只剩最后3件，全国限量100套，每人限购2件。这些话术会让我们觉得机会难得，再不买就没了，从而放弃理性思考，立刻下单。当销售员告诉顾客这款商品只剩最后1件了时，顾客的购买率会比没有数量限制时提高3倍。甚至连超市的限时抢购也会故意强调每人限购5斤。哪怕商品并不稀缺，限购也会制造出稀缺感，让顾客觉得不买就亏了。第二个套路叫截止日期。截止日期则是用时间稀缺制造紧迫感。今晚12点优惠结束，仅限今天报名，活动明天截止。这些话术会让我们觉得时间不多了，必须赶紧做决定，否则就会失去优惠或机会。本质上就是时间稀缺的极致运用。1年只有1次，错过就要等明年。这种时间压力会让消费者在短时间内疯狂下单，
哪怕很多商品并不是当下需要的。这3个套路叫心理抗拒，则是一种更隐蔽的稀缺套路。当某件东西被限制获取时，我们会产生逆反心理，反而更想得到它。你越不让我要，我越想要。比如被列为禁书的作品，反而会被疯狂传阅。父母越反对孩子讲而爱得越坚定。商家故意说这款产品太火爆，可能抢不到，反而会激发消费者的好胜心，非要抢到不可。这种心理抗拒源于我们对自由选择权的维护。当获取某件东西的自由被限制，我们会下意识地反抗，通过得到它来重获自由。那咋应对稀缺套路呢？核心是学会剥离稀缺。不管一件东西多么稀缺，如果它本身没有价值，对你来说就毫无意义。当看到限量发售最后一件的商品时，不妨先冷静下来，问自己2个问题。第一，这个东西是真的稀缺，还是被制造出来的稀缺？很多商家会故意少量供货，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比如每天限量100份的面包，因为商家根本就只做100份。你可以观察一下，这款商品是不是一直都在稀缺？如果是，那很可能是被制造出来的稀缺感。第二，去掉稀缺标签，我还愿意为它花钱吗？比如一款限量版的水杯，价格是普通水杯的10倍。如果它不是限量版，你还会买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你就是在为稀缺感买单，而不是为水杯本身的价值买单。记住，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我们拥有，不要因为害怕失去就为那些本不需要的东西买单。上面这6大影响力武器看起来是各自独立的招数，但骨子里都利用了我们大脑走捷径的自动反应机制。不过呢，这些武器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关键在于用的人心里装着啥。说到这儿，我们拆解了影响力的底层逻辑，也剖析了6大武器的运作套路。但有个核心问题必须得说明白，这些原理和策略本身从来没有善恶之分，它可以是商场里先送试用品再逼单的套路，也可以是邻里间你帮我收快递，我给你送蔬菜的温暖互助。权威既可能是骗子伪造头衔的骗局，也能是医生凭借专业拯救生命的依托。社会认同既能被商家用来刷好评造假，也能帮我们在陌生城市通过排队人数找到靠谱的餐馆。影响力武器就像一把菜刀，有人用它做饭，有人用它伤人，关键在于使用者的初心和咱们自己的判断能力。而这正是我们精读《影响力》这本书的终极意义，不是让我们学会如何操控别人，而是从被动顺从者变成主动掌控者。当我们探清拒绝到退让策略的套路，就不会因为对方的假意让步而被迫买单。当我们识破虚假、社会认同的骗局，就不会被万人疯抢的假象裹挟。当我们明白权威符号的伪装术，就不会轻易被假专家的言论迷惑。读这本书本质上是给咱们的大脑装上一个过滤器，过滤掉那些刻意设计的触发信号，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也是给决策加上刹车键，在本能反应即将启动时，这是我真的想要的吗？它不是让我们变得多疑冷漠，而是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理性的底线。这本书最终教会我们的是对真诚的敬畏，那些靠套路短暂获利的人终究会被识破，而真正能长久影响他人的永远是发自内心的互惠，基于真实的认同、真诚纯粹的喜好、名副其实的权威，以及货真价实的稀缺。所以读影响力不是为了成为耍弄套路的聪明人，而是为了做一个不被操控的清醒者，更才是对这本书最好的解读，也是对自己皆负责任的人生态度。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好书。